The Trump team knows this, so they need to get a recession. They need to cause a recession in order to get rates down and term out the debt. 美国经济真的要崩了？这次可不是我说的，主流媒体都炸锅了。有人说川普故意砸盘，股市要跌 15%， 有人却说他在救国。大家好，我是墨镜姐伊丽莎，带你用财经视角看热点，先赞后看，财源滚滚。这个话题来得突然，时间紧，来不及剪辑，直接硬核开聊。川普真的在制造衰退吗？股市跌 15% 的依据又是什么？休克疗法是猛药还是大坑？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马上开始。先来看硬核数据。3月7号，美国劳工部丢了个炸弹。2月非农就业增长了 15.1 万人，比预期的17万少了一截，失业率还小涨到 4.1%。 听着像是坏消息是吧？但别急，1月的数据更惨，只有 12.5 万。联准会大佬鲍威尔当天也跳出来说，劳动力市场稳得很，薪资涨了 4%， 比通胀还快，经济整体还不错。当天股市期货还涨了，国债殖利率跌了，市场好像挺买单的。可另一边，联准会亚特兰大分行3月2号预测，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可能是负的 1.5% 到负的 2.5%，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加上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衰退警告，像金融分析师拉里·麦克多纳、对冲基金大佬比尔·拉克曼，还有大学教授们都在说美国要完蛋了，甚至直指川普在人为制造衰退。这就让我有点懵，去年美国数据再烂，华尔街都能硬掰成经济超牛，现在怎么就集体唱衰了呢？舆论这180度的大转弯太诡异了吧。这就像你家附近的超市，去年生意再差，老板都说没事儿，我好得很，可是今年却哭着喊着要倒闭了。你会不会觉得有猫腻？美国经济到底是真病了，还是有人故意放风声？咱们往下看。说到衰退，贸易战和关税是焦点。川普上台1个多月，动作不断，退群、裁员、查黄金，美股一抬头他就放大招。财政部长贝森特3月7号说，现在是从政府花钱转向私人花钱，经济可能会放缓，这就像是个戒毒期。他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还喊，廉价商品不是美国梦，美国优先得保护工人。商务部长罗克尼克也说，关税能减赤字，平衡预算，长远来看，股市一定会爆炸型增长。现实就是美国现在欠下了36万亿的债务，每年的总利息接近 1.2 万亿，比军费8500亿和政府工资2700多亿加起来还多。虽然美国退各种群省了几百亿，马斯克裁员省了几百亿，但跟利息相比都是小菜一碟。川普一直想降息，但联准会就是不听，那怎么办？川爷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他虽然喊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美国的人力资源太贵了，工业被金融套空，就像你家附近的工厂倒闭了，大家都跑去炒股，结果没人工作了。川普现在等于拿关税当鞭子，逼工业回来，关税一加，经济一衰退，把通胀压下去，美国人变便宜了，工厂就会回流。这招狠，但管用。日本去年不就是这么干的？日元贬值，人力便宜了，出口急增，成长回来了。美国也能把起跑线往后推几十年，工业复兴就不是梦了。目前看来，只有搞一场大衰退，把利率压到超低，美国才能喘口气，再发长债换短债，把债务压力甩掉。金融分析师拉里·麦克多纳说，川普政府正在缓慢制造一场衰退。他说，历史上通胀率高于 6%， 没有哪次不是被 5% 到 8% 的失业率终结的。你不可能用加大财务支出来消除通胀，这是拜登政府过去尝试做的，但是伤害了底层消费者。川普团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必须要故意制造一场衰退来降低利率并改善美债。他们想把美债利率压到通胀水平以下，然后让世界各国盟友用低利率来购买美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政策的副作用，具体真相还需要观察。在我看来，这就像你欠了一堆信用卡债，利息压得你喘不过气儿，怎么办？要么破产，要么咬牙结实还债。川普选了后者，还想顺便练出8块肌。除了美债，财政赤字也是川普政府要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1月的贸易逆差达到1314亿美元，创了历史纪录。财政赤字占 GDP 超过 6%， 这在和平时期是非常罕见的。贝森特说要砍预算，从7兆减到 5.75 兆，一年减1万多亿，这可是大紧缩。关税加财政双压力，经济肯定会慢下来。股市跌 10% 到 15% 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经济放缓，投资人对股票投资的意愿就会降低一点。就像巴菲特一样，很多投资人或者机构就会套现。我上期影片刚刚谈过巴菲特为什么手持巨额现金，这显然不是巴菲特一个人的行为。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和每一个国内投资者都可能会开始卖股票囤现金，进行风险对冲。那所有这些资金就会投入到美国国债里。在我看来，所谓的人为制造衰退可以理解成一种短期的休克疗法。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就像你被诊断出癌症，明明知道化疗和放疗可能会带来副作用，但为了活下去还是要用药啊。这要是不下猛药治疗，美国就真的要完蛋了。美国现在就像个大胖子，天天吃大餐欠债，必须要节食健身。关税是跑步机，财政紧缩就像简餐，痛是痛，但瘦下来不就有型了吗？这会不会影响市场？一定会的。你我欠债不也要勒紧裤腰带吗？道理一样。我觉得这剂猛药治病没毛病，但剂量要控制好，不然病人直接挂了可不行。从上面我们的这些分析来看，川普的确具有制造衰退的动机，但他未必真的想要美国经济大衰退。川普周五谈到上周股市大幅波动的消息说，他认为这是全球主义者见不得美国要变富才故意来捣乱的。这倒是和另一个传闻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传闻说，接下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是民主党蓝色精英的报复手段。川普去年获得7500万的票碾压胜选，对手7000万票也不少。他上台猛打蓝党，裁员减捐款，怼美联储。民主党的支持者集中在大学、媒体、金融圈，他们恨得牙痒痒的。上次川粉闯国会山，这次蓝党会不会用经济危机反击呢？现在舆论集体突然唱衰，等到真的危机开始后，那帽子肯定在川普头上戴得死死的。这种解释逻辑上也行得通，毕竟金融市场最害怕信心崩，你喊几声要完了，大家就真慌了。这就像邻居家看你家装潢的漂亮，眼红了，偷偷传言说你家要破产了，结果银行一听贷款不批了，你还真可能撑不住。民主党要是真这么玩，那就太阴了吧。好了，不管谁造成经济衰退，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市场的走向。3月6号华尔街大跌，纳斯达克跌回了回档区间。投资者当然希望川普能救市，毕竟以前川普一直把股市当成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不过这周五，财政部长贝森特直言，别指望川普政府出手保护股市，这次没有保底。现在的政府更关注债券收益率来判断通胀压力和政府前景，而不是盯着股价的上涨。联准会鲍威尔3月7号则说，利率政策还没有定，要看川普4大政策如何落地。市场却赌6月降息3次，公债殖利率跌就是讯号，可降息能救股市，救不了债务窟窿。巴菲特坐拥4000亿现金，德罗肯米勒、科恩都减持了股票，唱衰市场。大佬们到底嗅到了什么？
10%到15%的跌势真可能会来吗？投资大师大卫·罗森伯格说，美国家庭有史以来第一次把70%的家庭金融资产投在股市上，当中有60%还被投在 ETF 和被动型指数基金上。这种基金的集中度是创纪录的，因此我们面临的金融危机将不仅仅是一次金融事件，也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事件，而是一次社会性危机。因为老百姓的钱都在股市里了，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成功逃顶，但这是不可能的。资金是如此的集中在股市，想想看，如果这些股票同时被卖的话，会发生什么？那时候没人会接盘。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让我心里直打鼓。信心一崩，大家都抛售股票，衰退不就自己来了吗？但换个角度，散户和大佬都慌的同时，不正是抄底机会吗？股市就像云霄飞车，川普喊关税，大家吓得往下跳，但过山车总有爬坡时，降息一开，借钱炒股成本低了，大佬抛股票，普通人说不定就能捡了。总的来说，我觉得休克疗法是对的。美国这个胖子绝对需要减肥，关税、减缩、降息三板斧能治债务、救工业、压通胀，但剂量必须控制好。这就好比减肥吃药得有个度，太猛了把自己饿晕了可不行。川普得拿捏好火候，既瘦身又不伤元气。我想川普身边都是经济大拿，这点估计不需要我等小民来操心了。我大胆预测衰退会来，但不是大萧条，可能会跌10%到15%，之后利率降低，工业回流，股市再起飞。我认为大家应该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做好准备。反对的人别急，这剂猛药是为长远好，老想着稳定，早晚会拖死美国。市场最怕信心崩，衰退声音越大，越可能成真。你觉得美国经济会怎么走？股市真的会跌15%吗？你支持休克疗法还是觉得有黑幕？评论区聊聊，下期接着扒热点。喜欢这期内容的话，请点个赞，订阅墨镜姐伊丽莎，咱们一起用财经视角看世界。拜拜。